刚看完雾凇啊，接下来呢要去办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，我也是昨天才想起来啊。先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我的车钥匙，可能跟大家手上的钥匙不一样，因为它没有齿，是平的。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啊，就是我这个车子刚提的大概有个1-2个月的时间啊。艾米同学有一次晚上回家的时候啊，把这个钥匙拿在手里面，挂在那个手指上。然后呢，连同一包垃圾哦，直接咔一下就扔到垃圾桶里了。等我们回想起来的时候呢，垃圾桶已经运走了。所以呢，就是我实在没办法啊，就只能是新配了一把钥匙。现在就碰到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是啥呀？就是我这个车现在没有另外一把机械钥匙跟它匹配，让它拷贝一份这个钥匙。现在只有一种配法叫做暗配，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？就是拿着你这个空白钥匙，然后找一个配钥匙的师傅呢，根据我们这个钥匙的那个孔哦，给他就是在里面摸出来那个就是痕迹，就是那个锁纹，我也不知道这个叫啥啊，就是锁的那个锁齿那个深度啊，比方多宽，然后在这给它配上，重新配一把，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啊？我刚才联系了一下，一个开锁的那个师傅，他说可以配啊，我们现在就去找他。对了，大家可能还没有完全理解，说有没有机械锁跟我们这趟东北旅行有多大关系啊？主要是这样子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现在锁上了啊，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？就是比方说啊，我这个在漠河，我要是停个几天，万一不出门，这个车子就很有可能亏电，然后启动不了。如果启动不了的话，如果没有电的话，你等于是摁这个钥匙，这就没有用了，对吧？那只能一般我们就是通过那个机械钥匙啊给它打开。像我以前汉兰达在雪乡的时候住了大概4天，然后车子没电了，启动不了，然后只能是通过机械钥匙。然后这个钥匙呢，它是这样，它这个车它也是有机械钥匙的口的，是在这个下方。这边有个机械钥匙的孔，也就是说，如果真打不开，你只能在这插上去，咔拧一下，然后把它车门给它以机械的方式给它打开。如果说我这个车子就哪怕冻住了，还可以，比方说找人搭个电啊，插个电啊，充一下电，然后让车整体运作起来。假设我这个没有机械钥匙的情况下，这个门开不开了，那我觉得是不是就只有砸玻璃窗了，对吧？所以我就说这个事情啊，会牵扯到我们这趟东北之旅能不能顺利进行了。所以当我想到这方面的时候，就赶紧啊，就幸亏因为现在咱们在吉林市嘛，在市区这边，这方面的开锁的这方面的人呢也好找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打算说把这个锁赶紧给它配起来，啊，备在那儿呢，以防万一。我们找到他们家店了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好。那这下面是个6角螺丝还是啥的？这不是螺丝也。哦，打不开。打不开吧？哎，这就好操作了。这车子也不行啊。刚刚啊，那个开锁的师傅啊，研究半天啊，就是因为咱们这个车吧，它是个隐形把手，然后呢，就光顾好看了，实际的这种使用效果是实际用途感觉还是差了一点啊。所以他在那边倒腾半天呢，就是他这个配锁的这个设备啊，处不进去，没有办法。然后呢，我现在去问另外一家，就是开锁的那个师傅，不知道能不能行啊。在这里呢，我就吐槽一下，我就感觉现在这个卖车的怎么能这样子？就是你给人家一把钥匙的情况下，你比方说你遥控钥匙，你成本高一点，对吧？你不给我们配，我觉得这也是能理解啊。但是一把机械锁，你得给我们一把备着呀，万一像这种丢了哦，搞得我们就只能是去买锁芯了。那你说不就是增加了一些就是不必要的麻烦了？关键配锁芯还麻烦呢。对呀，这多一把机械钥匙又没多少钱，也就几十块钱，40来块钱，你说哪怕让我们买都行，对吧？对呀，但是没有，关键是。所以呢，我在这边也提醒一下大家，如果说像你买的车子啊，真的就只有一把遥控钥匙的情况下，先去那个锁店。自己再配一把机械钥匙，就先揣兜里。哪天你真要是丢了遥控钥匙啊，因为你一丢遥控钥匙，肯定连机械钥匙一起丢的。到时候呢，你就可以拿了这个机械钥匙，你自己再去配一把钥匙，就不用担心换锁芯这个不必要的费用了，而且还有这些不必要的麻烦。现在师傅把门板给卸下来了。我操，这玩意儿反正这隔音棉还倒是质量挺好的。给大家看看啊，这门里面这设备弄得还挺复杂，现在还没看着锁芯在哪。
现在师傅还得把这个黑色的框给它可能得卸一下，然后才能看到锁芯。这个板子可算是拆下来了，现在能取出来吗？东西都拆了，完了以后就为了取那个锁芯，我去！你说这个设计真的是反人类设计啊！看正常的锁芯都这样的，这锁直接一咔就直接就弄就完了。不过说真的，人那个防撞的这个横梁真是粗啊，这么一大块，而且那钢板都挺厚的感觉，安全性是挺高的。就这么点？东西都不大，它这能多大？钥匙呢？钥匙在这儿，就这个吧，对吧？啊，白配的。去看看师傅咋配的。这拆的彻底了，就是基本上就这点核心了，啊都不需要那种开锁的那种配锁的专业工具了，直接就看了，就光用眼睛看了。现在师傅终于把这个锁芯给按回去了。其实这个拆的过程当中啊，锁芯是最难按的，因为它在这个角落里面啊，根本就手都伸不进去。然后锁芯安好以后呢，基本上这些盖子搞一搞弄一弄就行了。幸亏今天的天气不是特别冷啊，你要换做前2天外面零下10几度，那真的是太难操作了，手都僵硬了，我估计拧螺丝都不好拧。现在车子已经修好了，然后现在已经3点钟了，我们过来吃个当地特色饭，叫做老盒饭。招牌3拼饭，这个是咱家的。 3拼是哪个3拼啊？豆角、茄子和红心肉3种。啊，还有肥瘦的。我就来这个。我这个招牌3拼已经到了，它这个是叫护心肉，其实就是猪肉，对吧？猪肉心脏边上的肉，边上那个。然后这个茄子豆角，然后下面是，下面是米饭，下面是米饭，这上面其实都是很多的这个很下饭的那个菜，一看就很好吃。然后这个饭盒就让我想起以前念书的时小时候候蒸饭，初中的时候我就在食堂吃过一段时间，然后就自己蒸的饭，带着这个盒饭，然后还有盖子的，对呀，放到那个蒸笼里面，就拿很大的这种，这个叫蒸锅里面把米对，饭。我们小时候带过饭的那种啊。对，就特别有那个年代感，挺好的。我们小时候是把它放在那个火炉上。火炉吗？对，我们学校里面不是有个大锅炉一样的吗？你们是烧，我们是学校是烧着炉子，火炉子就是那个完了取暖。哦，那我们南方没有。对，你们南方不需要。他把那个小饭盒就放在炉子上，完底下都像胡嘎巴似的，对，好吃。哦，这茄子特别好吃。那个肉很香，然后现在豆角。我还在等我的。都挺好吃的。又好吃又便宜，这个好像就10几块钱。我看一下，16块钱。真的很便宜。今天搞这个车钥匙搞了4个小时，差不多10点半开始弄到现在3点半了吧？快4点。3点半了。差不多4个小时。哇，对，总算弄好了。幸亏我们今天早点出门，要不然要下午出来，估计得弄到晚上了。能给你弄好都不错啦。我们还想着要到哈尔滨去弄呢。不过总的来讲，比我们之前说要去4S店弄要便宜一点。4S店的光车钥匙就得200多块钱，2把锁的情况下要240、5个样子。然后再加工时费肯定是300多了，可能300、400块钱。然后我们今天就是配了把钥匙，再配了一把钥匙，等于是2把机械钥匙。总共是230。对，还是划算的啊。还划算。主要我对老板技术还不错。对，技术不错。挺有耐心的。对。哎呀，媳妇，你这个一看就比我这个更好看。鸭腿肉嘛。它是鸭腿肉配了个配菜。你的鸭腿肉好吃吗？还可以。我尝尝你的鸭腿肉。鸭腿肉挺嫩的。它只是鸭腿是吧？对，就是一个鸭腿。这一个鸭腿肉还挺多的。掰